大家好，我是小慧，欢迎您来到我的频道，也非常感谢您百忙之中收看我的视频。刘先生今年58岁了，他平时除了喜欢吸烟以外，别的没有什么不良的嗜好。最近一段时间，刘先生比较忙，他每天都很晚才睡觉。1个星期前，刘先生在吃饭的时候突然出现剧烈的头疼，并且手指都不能动了。家人看到情况不对，就赶紧把刘先生送到了医院。到了医院后，医生了解了情况，就让刘先生的家人带着他去做头颅 CT。 检查结果出来以后，提示脑出血。随后刘先生就接受了正规的治疗，虽然治疗的效果还可以，但是刘先生走路却还是有点跛脚。今天刘先生在浏览网页的时候，看到网上有观点认为散步可以锻炼血管，进而延缓血管的老化，对血管很有好处。于是刘先生就开始了坚持每天散步了。刘先生的老伴看到刘先生散步时，他就比较担心，生怕他摔倒了。为了劝告刘先生不要再散步了，刘先生的老伴就说道，多散步对血管有好处，这纯粹是胡说的。刘先生听到老伴的言辞后就说道，专家说的还能有错吗？眼看说服不了自己的丈夫，刘先生的老伴就再也没有说什么了。最近这10年，心脑血管疾病确实有增加的趋势。那网上说的散步对血管好，是否真的有科学依据呢？一、适当多散步真的对血管好吗？每天应该步行多少步合适呢？对于中老年朋友来说，他们的心肺功能下降了，肌肉量也减少，这个时候的他们可能并不适合剧烈运动了。散步作为一种比较容易让中老年朋友接受的运动方式，自然就受到了青睐。其实很多的研究都已经证明了，适当散步能够起到锻炼血管的作用。坚持规律性的散步可以延缓血管老化，而这就是对血管有利。从理论上来说，散步对血管有好处也是说得通的。我们都知道，人在散步的时候是能够促进血液循环的，并且提高新陈代谢。无论是促进血液循环还是促进新陈代谢，这都有利于中老年人控制慢性病和某些代谢性疾病。如果慢性病和代谢性疾病控制好了，那血管老化的速度就会减缓，而这也间接的让血管变好了。至于每天步行多少步合适，可能每个人都不太一样，但是一些研究发现，每天步行7000步左右是比较合适的。如果自己的膝盖本身就有问题，可以适当的减少散步的步数。如果感觉劳累了，也不一定非要步行7000步，只要第二天不感觉到劳累，没有什么不适感就可以。一些朋友认为散步的步数越多越好，其实这种观点的本身就是有点问题。如果经常走太多的步数，那就可能会加速半月板的磨损，而造成半月板损伤，时间久了，走路就会感觉到膝盖疼痛。2、想要保护血管，坚持这4件事或比运动更好。虽然说散步对血管有一定的好处，但是要想更好的保护血管，单纯的靠散步可能并不够。想要更好的保护血管，需要坚持这4件事。具体总结如下：第一，清淡饮食。俗话说民以食为天，从这句话中我们应该能够看出饮食对人的重要性。1日3餐，如果我们能够做到清淡饮食，那就对保护血管大有裨益。这里说的清淡饮食并不是说这不吃那不吃的，而是一种口味偏于清淡、营养均衡的饮食方式。我们每天摄入食盐量应该控制在5克以内，每天摄入的油脂应该控制在25到30克，主要以植物油或者是不饱和脂肪酸为主，可以适当的增加优质蛋白，比如鸡蛋、鱼肉、虾等的摄入。每天摄入的蔬菜量应该控制在400克左右。在做饭的时候，应该采取蒸、煮、炖、焖等的烹饪方式，尽量的不要以油炸或者是油煎食物。在主食的选择上，应该以杂粮为主，适当减少精致米面的摄入量。
2. 控制好慢性病。人到了一定的年龄后，各种慢性病就会接踵而至了。得了慢性病以后，很多朋友刚开始可能还会比较重视，但是时间久了，他们就容易放下戒备，甚至听之任之，而这是比较危险的。其实很多种的慢性病，比如高血压、糖尿病、高脂血症等，都是心血管疾病的高危因素。如果控制不好这些慢性病，那它们就会在不知不觉之中破坏血管。要想控制好慢性病，我们除了需要按时的吃药以外，还需要注意清淡饮食、戒烟酒、不熬夜、坚持运动、保持充足的睡眠、保持乐观的心态等。慢性病的控制并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，我们需要长期综合的控制慢性病。3. 定期体检。体检的意义在于早点发现心血管疾病的高危因素，发现了心血管疾病的高危因素之后，提前对这些因素进行干预，那就可以显著的降低心脑血管疾病的风险。试想，如果心脑血管疾病的风险降低以后，那是不是就起到了保护血管的作用呢？答案是肯定的。我们就拿高脂血症来讲吧，大多数人得了这种疾病以后是没有明显症状的，但是高脂血症却在不知不觉中损伤了我们的血管。不要小看高脂血症，很多中老年人即便控制饮食了，血脂可能控制的并不理想。在某种的程度来说，高血脂也是人衰老的表现之一。在临床上，经常能够遇到那些身材瘦、清淡饮食而血脂偏高的人。从这些案例中，我们能够看出，有时候单纯靠非药物措施并不一定能够控制好血脂，必要的时候还需要搭配控制血脂的药物才行。4. 及时的调节自己的情绪。根据实验调查结果显示，如果人长期的处于不良的情绪下，更容易诱发慢性疾病及心脑血管疾病。压抑的情绪会降低消化能力，使神经中枢受到刺激，血管变得更加的脆弱，失去弹性，引起堵塞以及破裂状况。只有保持良好的生活态度，及时的调节自己的情绪，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促进内分泌激素稳定，加强血液循环以及新陈代谢机率，维持生命特征以及细胞活性，在一定的程度上减缓细胞衰老速度。60岁之后能够坚持做这4件事，那养生的效果可能比你坚持散步运动还要好。良好的心态、合理的饮食、合理的运动是健康长寿的秘诀。好了，朋友们，今天所分享的视频内容就到这里了。如果您觉得我分享的视频内容对您有所帮助的话，就请您给我点个赞吧。非常感谢您的支持和鼓励，我们下期见。